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 everyone. I'm sitting here next to Master Huang Ying, who is my guru or martial aunt. I feel honored being able to interview her and share with you her thoughts about different Kung Fu topics and detail also about her personal Kung Fu career. She's a disciple of Grandmaster Tai Tzu Che, and for me is one of the best Bagua and Shen Yi practitioners that I ever seen.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Master Huang Ying, stay with us and let's get to it. So, Master Huang, can you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your name, origin, and profession? OK，好的，我叫黄金英，我是在1968年出生于台湾台东。从小我非常喜欢文学艺术，在大学和研究所时期，我主修音乐。毕业之后从事教职的工作，主要教授音乐艺术方面的课程。那后来应校方的要求，也教授传统武术和茶道、茶文化等课程。谢谢。谢谢。When did you start learning martial arts from Master Tai Tzu Che, and what was the motivation back then? 好的，我是在1992年，也就是民国81年的时候，跟随戴世哲老师学习传统武术。那当时候的学习动机，说得好听是一种浪漫的情怀，那如果说不好听的话，就是一种互惠风雅。当时候我一边忙着写毕业的论文，一边忙着读金庸跟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那成天沉醉在这个武侠小说的世界之中啊，便幻想说，哎，我能够弹琴，那如果我能够打一套太极拳或舞一段太极剑，那岂不是妙哉？And then can you explain when did you become a disciple of Grandmaster Tai Tzu Che, and what does it mean to you? OK，弟子这个名词呢，在传统武术的世界之中呢，它并非指的是一般的学生或者是门徒，而是指透过公开仪式向师父、向老师行三跪九叩大礼者。当时候我刚跟老师学拳的时候，实际上是不被看好的。老师认为我可能是没有办法持久，大概2-3个月之后就会退缩，打退堂鼓。而且当时候老师刚刚从委内瑞拉回台湾定居，正逢台股市场非常热络，所谓台湾钱眼角目的这个时期，他也无心教学，且只有我一个学生，并没有教授其他学生。那我对于这个武术界的拜师这些，我根本没有认知哦。我认为这个好像是存在于武侠小说的世界，而非存在于现实的世界之中。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是老子、庄子的追随者，老庄的信徒，所以我认为呢，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相对我来讲并不重要。那但是呢，从我第一天跟老师学拳起，我就成为老师的弟子了。那成为老师的弟子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呢？第一个，首先呢，我有责任必须好好的学习老师的武学上的技术内涵与老师的精神气度及其他一切。那另外呢，我们必须有机会呢，好好的把这个从老师这里得到的这些武术的功夫呢，传授给年轻一辈。那就这一点呢，我虽然不才，但是我认为勉强算是及格，对得起老师和师们的诸位太老师们。谢谢。谢谢。Now, can you explain a little bit what boxing styles and routines do you know, and what is the order of learning? Or did you study all of them at the same time? 一开始跟老师学习的时候，首先老师教我的是八卦掌、昆吾剑和螳螂拳，接着慢慢的学习八极拳、劈挂掌、形意拳、八卦刀、八卦剑、八极剑等等，还包括了
像其他的兵器，比如说鸳鸯乐等等的。Okay. And then, out of all those boxing styles, what is your favorite? Pakwasan, Qingyuan, Pikwasan, Pachitran, or Tanlantran, or even Tai Chi, and why? OK， 好，每一种拳其实是有它的不同的风格跟特色那包含发劲、劲道的运用，也都有其他非常独特的其他无所取代的地方，我都非常的喜欢。那但是就我个人的先天的身体条件的限制，还有性向的影响，我个人比较是偏向喜欢八卦、形意和太极。觉得这些拳呢，所谓的内家拳，好像是我比较能够掌握表现的。I'd like to ask you,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martial arts level of Venezuelan Shifu Juni Zapata and his disciples? Do you think they can maintain the assets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teach them correctly, and carry them forward? 我非常尊敬委内瑞拉的 Uni Zapata 和他的学生们，他们对传统武术有很高的热忱，除了平常下功夫勤练以外呢，曾经多次不远千里来到台湾寻根取经，他们的功夫水平已有相当高的水准了。那另外呢 ，Uni Zapata 呢，他在运用的方面出拳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又快又猛又准，听说已经在南美洲是打遍南美洲无敌手了。那除此之外 ，Uni Zapata 他为人非常的谦和有礼，我认为无论是在功夫方面或者为人处事方面，他都足以作为他的学生和徒弟们的表率。因此，我相信 Uni Zapata 和他的学生们不但能够好好的保持传统武术这一资产，而且能够做好传承的工作。老师曾经多次的讲，台湾的学生如果你们再不认真的话，有一天可能需要到国外向他们取经。所谓李斯求诸也，便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谢谢。谢谢。Now, with new generations taking over, 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are you worried that these boxing styles may disappear in the future? And is there any way that we can avoid this? OK， 我想这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传统文化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后继无人，凋零、断绝、消失。但我并不担心，因为光是担心也没有办法改变，因为时代变迁所造成的一个变化。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对传统武术有非常大的一个信心。比如说，中国有一项乐器古琴，距离今天已经有2000多年了学习的人口非常的少，但是至今我们仍弹着、演奏着唐代的幽兰、宋代的潇湘水云等名曲。那另外呢，西方的乐器管风琴也是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在诸多的这个乐器的学习人口之中呢，管风琴跟古琴一样，学习的人都不多。那但是呢，管风琴的琴音穿越了时空的限制，到现在仍有许多优秀的音乐家投入其中。那在世界上著名的音乐厅或者是教堂，我们也可以看到管风琴耸立在建筑物空间内最显著的位置上。那我认为，喜欢传统武术的人呢，也一样可以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好好的做这方面的一个学习那也许这个传统武术的发展有一天会变成是一种，就是说，因为学习的人太少了，那但是喜欢它的人是非常的欣赏、非常的喜欢，而精细的去探究它，所以它也可能发展成为是小众的一个文化，但是仍可一代接一代的流传下去。谢谢。Now, you're a musician, you've been studying music your whole life, and I would like to know
if you could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martial arts and music. OK，武术跟音乐给人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认为呢，实际上呢，这两者无论从他们的一个训练的过程、方法的运用方面，或者风格表现到境界方面的追求，其实是有很多类似一致的地方。好，无论是说比如说基本功法的一些训练，好，单一动作的训练，好，到我们在音乐上的单一节奏音型的一个训练，好，劲道的运用、触键、按弦、运弓的方法，到套路的演练和乐曲的表现，无论是在词速快慢、轻重缓急，好，音乐风格如何形成，拳种与套路、乐曲之间对于表现的境界之追求又是如何做追求的？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这些都有非常极为相似的地方哈。那如果说要比较具体的说明呢，也许我们下次若有机会，我们可以找一套拳和一首作品、音乐的作品作为例子，请武术家跟音乐家当场做片段对比的讲解和完整的套路和乐曲的演练示范。也许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出其中许多相似的地方。谢谢。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We ended this interview.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what I'm doing in order to promote and preserve Chinese martial arts.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time here with our interview and share all your thoughts about Kung Fu and your personal experience through your whole career and life.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atching. Please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the channel and give us a thumbs up. 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